评论简报：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与中国的去风险化意味着什么？经济学人在5月20日的广岛峰会上，富裕民主国家 G7 的领导人谈到了降低风险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没有提及脱钩。同样的短语在欧洲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3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出现过。那么，去风险是什么意思？原则上，这个想法很容易理解。以乌克兰入侵之前的欧洲为例，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输送了大部分进口天然气，造成了令人担忧的经济脆弱性。尽管代价高昂，他们本可以停止这种输送，这将被视为脱钩。另一种选择是，欧洲可能制定一个更为稳健的备用计划，加大投资建设终端和储罐，使其能够在需要时从其他地方进口天然气。这就是经济风险降低。这是为了试图减少经济脆弱性，对贸易和投资造成尽可能小的损害。在俄罗斯入侵后，欧洲对其对其他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更加担忧，尤其是对中国。冯德莱恩指出，欧盟依赖中国提供 98% 的稀土、93% 的镁和 97% 的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输入。在争端中，中国可能限制供应，就像在2010年的领土争端期间短暂限制对日本的出口一样。中国对许多欧盟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17年底两国发生争执后，他们可能面临像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和其他产品所遭受的抵制、武断检查和延误等问题。冯德莱恩还担心，欧洲的技术可能帮助中国现代化其军事和提高其情报能力。欧盟如何试图降低这些风险？第一步是通过压力测试和供应链审计更准确地确定这些风险。欧盟计划培养其他贸易伙伴，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委员会最近提出了关键原材料法，旨在增加欧盟内部对锂和石墨等资源的开采，并多元化其外部供应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成员国加强了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审查，特别是在敏感的高科技领域。欧洲委员会试图使这种审查更加一致和协调。现在很难想象会出现像2016年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被中国企业美的收购那样的交易。今年3月，欧盟就针对经济胁迫的回应措施达成了一个新的、更可预测的协议。欧盟还在考虑使用出口控制和更严格的对外直接投资审查。去风险有时被视为与强硬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普遍支持的脱钩相比，对中国采取更商业化的方法的标签。但在实践中，这个区别并不那么明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很乐意借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的政府的方法，其中包括比欧洲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鉴于很难想象与中国进行完全的经济脱钩，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一些人倡导的部分或零散的脱钩可能很难与降低风险区分开来。如果欧盟最终实施出口管制或阻止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毫无疑问，他们会称之为降低风险，而中国可能会称之为脱钩。中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外交官。当我与在北京的欧洲朋友谈话时，他们经常问我中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真实看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只能说，中国人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不完全支持俄罗斯或乌克兰。有一些调查试图得出更确切的答案。例如，清华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声称，超过 80% 的中国人认为西方对战争负有责任，这相当于支持俄罗斯。不到 10% 的人同意乌克兰的立场。一方面，我认为这项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接触外部信息源，他们从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个人运营的影响者账号获取信息，这些媒体往往与官方态度一致。当然，他们会选择支持俄罗斯，他们对替代观点的接触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接受调查结果。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可以考虑以下例子。2022年的一项调查询问了中国3个城市的居民对 COVID-19 封锁措施的感受。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这一政策，近 85% 的受访者表示对封锁持中立或积极的看法。但是在2022年12月，中国突然取消了一直声称得到广泛公众支持的零 COVID 政策。因此，虽然清华大学的调查反映了某种现实，
但不能否认，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难以捕捉的沉默的多数派。无论是林卡维特还是俄乌战争，那些不支持政府立场的人无法在公共媒体或调查数据中被看到，但也有一些人敢于发声。最近，我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帖子，他并非学术界或媒体工作者，从世界趋势和国家发展的角度看待乌克兰战争。这篇帖子非常有趣和深刻。我并不认识原帖作者，鉴于话题的敏感性，我们不会透露他的身份。我们不能通过这样的观点得出关于在中国有多少人持有这种观点的结论。不过，这篇帖子值得分享，这样更多国外的人可以理解一个中国人如何理解这场战争。这也可以作为回答我欧洲朋友的问题的一个例子。以下是我对这篇帖子的翻译。乌克兰战争再次展示了外表强大但内心薄弱的权力集中化情况。威权国家威慑力量所带来的所谓凝聚力通常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当真正需要展示实力时，由于内部的薄弱，目的无法实现。这很难与通过个人自由积累的团结和力量相比。战争证明了权力集中化只能在国内有效，但在外部往往失败。内部个体很容易被严格的控制和信息匮乏所驱动，但从外部来看，权力集中化被视为天真和残酷。外部的人无法被强加的思维结构所控制，相反，他们希望找到另一种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可以称为文明的进步。战争告诉我们，信息茧房存在于各个地方，甚至连俄罗斯总统也不例外。当一些人刻意设置信息茧房让你感觉良好时，你很难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井底之蛙。因此，一个人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跳出信息茧房，进行多维观察和思考。你最终会发现，只有摆脱茧房，成为一只蝴蝶，你才能形成新的认知。如果一个人陷入自己的茧房，就像普京一样，对外界持固执和偏见，这将使你形成一系列错误判断，导致信息崩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战争告诉我们形式主义有多么有害。如果一个社会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人们做事的出发点不是基于个人倾向、理想和意愿，而是让领导满意和完成指定任务。无论外观和装饰有多亮丽，当世界开始变化时，真相最终会被他人看穿。战争告诉我们，由资源垄断和集中权力所建立的所谓强大国家只是某些人的幻想。如果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个体无法得到充分尊重，那么即使拥有丰富资源和广阔土地，也不是弱者的幸福，而只是强者对弱者的威胁。这种力量会使他们鲁莽行事，使弱者变得更加弱小。战争告诉我们，谁有资源，谁就是老大的法则早已过去。在当今世界的文明规则中，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其他国家，尊重弱者和尊重个体，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战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或幸福指数基本上与其土地面积和资源数量无关。一个强大的国家仍然有着弱小的人民。所谓由弱者建立的强大国家，通常只是一个空壳。只有基于强者建立的强大国家才真正强大。战争告诉我们，尊重个人意愿和个人选择真正强大。这样的社会将具有很强的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它可以以各种形式进行各种自我调整。由命令、奖励和惩罚建立的权利，只是基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利益共同体。一旦人们发现无法实现牟利的目的，或发现威权主义的巨大弱点，这套资源配置模式将失败。战争告诉我们，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沉迷于野蛮和暴力。它使我们看到，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多少逆行力量试图将人类拖回历史的野蛮泥潭。然而，所有这些都将被击败。战争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文明和秩序取决于分权、多极化、独立和平等、尊重、尊严和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相互尊重。这些要点是不可或缺的。像苏联那样的大哥和霸权主义的传统模式，让别人成为小追随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已经衰落和崩溃。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关系，文明的步伐总是朝着宽容、开放和多样性迈进的。历史不会等待那些只会走老路、看不到当代平等、互利和人道主义价值的人。历史可能会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时间，但他们最终将被抛弃。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力量对于发展国家、维护民主和实现公平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权力集中和领导人的个人意愿，
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和尊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保持中立，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呼吁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希望这个例子可以为您提供关于中国人对乌克兰战争的一种观点。请记住，中国人的观点是多样的，并不能简单归纳为一个单一的立场。秦刚访问后，缅甸反华情绪上升，中国在缅甸公众中的恶名将成为一项长期负债。外交官伊洛瓦底江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近期缅甸反华事件的上升，这是在5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访问该国之后发生的。根据报道，秦刚的访问是自政变以来中国高级政府官员首次访问缅甸，随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零星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中国与军政府合作的广泛不满情绪，其中包括在萨基邦莱巴当地举行的示威活动。该地是一座备受争议的由中国支持的铜矿，抗议者焚烧了一面中国国旗。类似的象征性焚烧活动也发生在马格威、仰光、曼德勒和萨基邦的其他地方，抵抗组织焚烧了中国国旗，并悬挂着横幅，呼吁北京停止支持法西斯罪犯，尊重缅甸人民的声音。伊洛瓦底江还援引了反政权组织全国大罢工协调机构 GSCB 的一名成员的话，他表示，反抗力量将加强我们的抗议来对抗中国与令人憎恶的军政府的勾结。只要中国政府继续公开支持军政府，我们将继续组织反中国的抗议活动，不仅在缅甸，还会与海外缅甸侨民一起在外国举行抗议活动。GSCB 成员表示，根据我的同事 Shannon TC 在5月2日的报道中指出，秦刚在访问缅甸期间与军政府首脑明昂莲举行了会谈。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他承诺深化经济和民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支持缅甸维护稳定、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在持续进行的反政变武装抵抗背景下，中国还承诺支持缅甸维护稳定的努力。有趣的是，这位中国外交部长还拜访了前军事独裁者丹瑞，后者表达了希望缅甸和中国保持长期的包波友谊的愿望。这是两国在良好时期使用的一个特殊术语，用来指代他们的关系。这些抗议活动彰显了公众对中国与军政府的接触和日益支持的深刻不满情绪。该军政府于2021年2月发动政变，夺取了权力。尽管中国最初保持观望，但到2021年年中，他似乎已经接受政变的事实。此后，为了追求在缅甸的核心战略利益，中国逐渐回到与军方全面合作的轨道上，特别是其长期以来渴望在云南省与缅甸孟加拉湾沿岸开辟陆上交通走廊的愿望。这种重返正常业务的基础是一种无情的实用主义评估，尽管全国范围的抵抗力量在努力，但军政府不太可能很快崩溃，因此中国需要在现有政治现实中进行合作。正如 TC 在秦刚访问期间所指出的，北京似乎在假装政变，实际上没有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的适应政策也伴随着风险。本月的抗议活动表明，对于缅甸的抵抗力量和广大民众来说，中国的声誉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从未积极，正降至新低。如果反对派全国团结政府在斗争中取得胜利，中国将不得不为其对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政权的支持负责。尽管这不会永远阻碍中国，全国团结政府和前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也认识到中国是缅甸任何政府的必要合作伙伴，但中国在缅甸公众中的恶名将成为一项长期负债。CBDC 与加密货币有什么区别？几乎是相反的。卡托研究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央行数字货币 CBDCs 的风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政府提供的 CBDCs 和市场提供的加密货币产生困惑。乍一看，这两个概念可能令人困惑，但事实是 CBDC 和加密货币几乎是相反的。CBDC 与加密货币对比101。首先，什么是央行数字货币 CBDC？ 顾名思义，它是政府提供的数字货币，是央行的直接债务。在美国 ，CBDC 将是美元的数字形式。但切勿误解 ，CBDC 并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货币。CBDC 与现有货币基本不同，因为它将在公民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一种数字联系。我和 Norbert Michel 已经详细解释了这种根本变化将如何危及金融隐私、自由、市场和安全。而且，这一切都将在采用 CBDC 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独特的好处。
另一方面，加密货币是市场上由私人提供的数字货币，在其核心，加密货币提供了一种通过加密而不是政府或第三方来安全的存储和交换价值的方式。为了简化讨论，让我们以比特币为例，因为它是分散的、开放的和无需许可的。简而言之，您不需要美联储、国会、任何公司或个人的许可就可以使用比特币。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它。同样，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任何群体或个人可以冻结或查封您的资金。然而，这种自由不仅限于使用比特币进行消费或储蓄，您还可以自由参与维护系统的内部运作，一种称为挖矿的过程。CBDC 是政府提供的集中化货币的典范，而比特币则是市场提供的分散化货币的最佳现代范例。表一，国会议员已经认识到 CBDC 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区别是明确的。俄亥俄州 RO 代表沃伦·戴维森 （Warren Davidson） 最近在新闻中指出，许多时候人们将比特币或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混淆起来，但它们恰恰相反。比特币的核心没有中央权力，没有人可以授予您许可，没有中央权力可以过滤或取消它。同样，在华盛顿特区的比特币政策峰会上，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Ted Cruz） 表示，我们看到中国正以使用 CBDC 的意图来摧毁比特币的价值，破坏匿名性和去中心化。他们的目标正是去中心化分类账系统的完全相反。他们希望一个政府能够完全了解和完全控制的集中分类账。实际上，尽管在推动 CBDC 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甚至连白宫最近也认识到 CBDC 的集中化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这与加密资产如比特币的一个经常引用的创始原则不同，后者旨在创建一个没有任何可信中央机构的去中心化货币。换句话说，在人们正努力去中心化货币和技术的时代，政府正在试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化货币，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CBDC 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冲突，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 CBDC 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加密货币的反击。多年来一直有关于 CBDC 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在 Facebook 的崩溃之前并没有多大成果。也就是说，在 Facebook 宣布打算创建自己的稳定币 Libra， 后来更名为 Diem 之前， CBDC 在美国几乎被忽视了。尽管 Libra 从未实现，但它的宣布使政策制定者、立法机构和央行陷入了恐慌。事实上，谷歌趋势数据清楚地显示，2019年夏天 Libra 宣布之后，对 CBDC 的兴趣急剧增加。图一，自 Facebook 讨论引入加密货币的想法以来，已经过去了近4年，但政策制定者仍经常引用此事以警示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加密货币的崛起不仅激发了政策制定者对 CBDC 的兴趣，他们还提出并经常成功地禁止与推出 CBDC 同时使用加密货币。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提供了这一趋势的明显例子。即使在美国，伊利诺伊州 DIL 代表 Jesus Chuy Garcia 在提出支持引入 CBDC 的法案之后，还提议禁止科技公司创建加密货币。随后，曾担任总统乔拜登经济顾问的 Dileep Singh 告诉国会 ，CBDC 将是排挤加密货币的最佳步骤。加密货币并非没有缺陷。现在明确一点，加密货币存在一些问题。根据特定加密货币及其相关区块链的不同，可能存在陡峭的学习曲线、轻微至极端的价格波动、费用等。事实上，像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参议员和罗杰·马歇尔 （Roger Marshall） 参议员这样的政策制定者，甚至一直在积极努力将加密货币作为监视工具使用，就像美国政府以前在传统金融系统中做的那样。而且，与传统金融系统一样，并非所有加密货币都像比特币一样分散化。需要明确的区别是，人们应该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加密货币的益处和风险。与政府对货币的不断紧缩和越来越严格的垄断形成鲜明对比，加密货币标志着货币自由的新篇章。另一方面， CBDC 似乎是试图结束这一篇章的尝试。结论：在探索一片充满缩写和术语的海洋时，很容易迷失方向，尤其是在航行未知水域时。然而，加密货币和 CBDC 在设计上完全相反，不应混淆。实际上，认识到这种区别，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了解 CBDC 的性质和功能之后，美国人更有可能反对 CBDC 的原因。
国会在考虑立法时，关键是其成员要明确加密货币和 CBDC 之间的区别。新民意调查只有16%的美国人支持美国采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如果政府看不到你买的东西，68%的人会反对。卡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6%的美国人支援美国政府采用中央银行数位货币，尽管超过1/3的人会反对。对2000名美国人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受访者更关心 CBDC 的风险而不是收益。该报告发现，如果政府能够监控支出，68%；如果它取代所有美国现金，也是68%；或者如果它可以冻结政治抗议者的数位银行账户，59%，那么 CBDC 就会遭到反对。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